是他们的奴隶。来了，他们来了。当熟悉的台词再次传到耳旁，是否有唤起屏幕前你的青春回忆？还记得当年跳高点因为老寒腿摔下去时，你紧张看着周围有没有僵尸的场景，肯定汗流浃背了吧？还记得和队友拿着金币武器在沙漠一线天齐心协力抵挡僵尸的阵地战吗？而我依然记得那一年暑假，父母都去上班了，年幼的我依然穿着小背心，偷偷打开电脑玩蛋拐，一边玩还一边提心吊胆的，害怕父母会不会突然回来搞突击检查。那时蛋拐里面的旋风 AK 给我带来的兴奋是巨大的，打僵尸真刺激，防止被僵尸抓更刺激。2009年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能打上一把生化简直不要太爽了。不知不觉蛋拐已经是运营了16年的老牌网游了。本期我们来聊聊 FPS 网游生化模式的开山鼻祖反恐精英 Online。反恐精英 Online 的开发商是韩国 Nexon 游戏公司，像我们所熟悉的泡泡糖、跑跑卡丁车也都是出自 Nexon 手笔。在当年 Nexon 为了进一步打开亚洲的 FPS 市场，便以高价向巨胖的 V 社买了半条命的版权，获得了改编和制作权。至此，以 CS 1.6 为基础制作而成的反恐精英 Online 正式启动。2007年，世纪天成为反恐精英 Online 中国大陆地区的运营商。经典 IP 加持加上在线联机，对于反恐精英 Online 的到来，国内众多 CS 玩家是有所期待的，因为当时大家都还在用着繁琐的对战平台，而反恐精英 Online 的上线就解决了这个痛点。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封闭测试和内测过后，2008年12月16日，公测开启，反恐精英 Online 国服正式上线。公测期间，官方也搞了很多丰富的线上活动，吸引了不少新玩家的涌入。但这还不足以让反恐精英 Online 刚发布没多久就火起来。真正让其火爆的是一个新模式的上线。时间来到了2009年，这是反恐精英 Online 一战成名的一年。1月21日推出生化模式生化狂潮，开创性的将僵尸模式放到网游当中，凭借人类和僵尸对抗的全新玩法，瞬间燃爆整个 FPS 网游圈，绝对的出道即巅峰。还依稀记得生化模式刚出的那段时间，当年我这里的便民信息站全是在玩这个。而小二贝第一次真正上手生化模式，还是在小伙伴家里。在此之前呢，我玩过最多的网游还是跑跑卡丁车。看着满屏的暗红色，还伴随着恐怖的音效，第一次看到贼吸引人。原来 CS 还能这样玩。在生化模式中，玩法规则非常的简单，分为人类和僵尸两个阵营。开局倒计时结束后，随着极具氛围感的恐怖配音，系统就会在人类阵营中随机挑选几个玩家作为僵尸母体，他们只需要抓一下即可感染人类。僵尸阵营的任务就是将所有的人类感染。而人类方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时间结束前生存下去，地图都是黑的，视野巨差，真的觉得在玩恐怖游戏那样。被僵尸追的时候超有感觉，反正当时我是不敢戴耳机玩的，因为被僵尸抓的音效很恐怖。印象中刚开始人类玩家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团结一致，大家分的都比较散，2-3个人守个点，没有大规模的抱团灭僵尸。大多数胜利呢都是因为害怕躲起来等待时间的结束。有人稳，也有不怕死跑出去浪的，拿个 B51就想出去找僵尸。那时我们打生化常说出去一群不怕死的，回来一群打不死的。而生化模式中最经典的台词来了，他们来了，我们是他们的奴隶，也是我们那一代人刻进 DNA 里的配音。其中上面说到最经典的2句台词是 HL 原版 BOSS 尼赫伦斯的台词，奴隶是因为尼赫伦斯作为了 XEN 的首领，也已不过是傀儡伪军阶下囚，他们则指的是在背景中已经用7小时控制地球，实力介入多元宇宙，甚至拥有戴森球的联合帝国。在美服的配音是，听起来还是中文翻译的配音更有代入感。随着反恐精英 Online 生化模式的大火，其他游戏厂商也紧随其后推出了自家的生化模式。还记得很清楚，初中的时候班里打游戏的同学天天在吵，其中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到底哪款游戏的生化模式更好玩。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反恐精英 Online 的生化模式会更吸引我一些，可能就是因为更有沉浸感吧。紧接着2009年4月8号，半年的时间不到，反恐精英 Online 又立刻推出了第2代生化模式生化狂潮2进化。在这一代中，双方阵营对抗变得更加激烈，僵尸新增了急速暴走，提高了自身移速，以及可以投掷出去弹飞人类的爆炸头颅。最重要的是，现在僵尸可以回血了，找个没人的地方站着不动就能自动回血。人类阵营这边新增了专属补给箱，可以通过拾取地面的补给箱来获得旋风 AK、双持沙鹰、双持 MP7A1、手雷、夜视仪等强力道具。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补给箱里的武器每把都是神器啊。但如果非要给这些武器排名，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旋风 AK 排到 T0的位置，它是我当时最喜欢的补给箱武器了。
旋风 AK 由经典自动步枪 AK-47改装而成，夸张的 U 型弹匣让子弹数从30发扩到60发，枪身做了全黑的处理，还加入了右键瞄准，而且它的弹道比普通 AK 稳定太多了。我喜欢它的原因，除了造型夸张的弹匣，就是它爆炸的伤害，基本上野外遇到落单的小奥，单挑直接就是秒杀，单体输出完全足够。这让我想起来以前还做过一件特别坏的事情，打仓库地图的时候，故意拿个小手枪骗僵尸进管道，然后我反手就掏出旋风 AK 开6，毫不夸张的说，他直接扭头就跑了。那时候只要有人足够幸运捡到了旋风 AK， 就有种老子天下无敌的感觉，很有底气和实力冲出去找僵尸来打。那个时期的旋风 AK 我真的觉得很 BT， 无论是游走击杀僵尸还是拿来守点。而相比较生化模式1代里面大家抱团一起守点，这次的更新加入了专属补给箱，能感受到的是官方有意鼓励人类玩家多游走。在生化2推出的同月，反恐精英 Online 推出第一位女性僵尸暗影芭比，与暗影芭比一起捆绑销售的还有背刺银刃。芭比的技能可以隐身，移速快，跳得又高，在本就昏暗的游戏场景内如鱼得水，让当时的人类玩家再次体验到什么是恐惧。说到芭比和银刃啊，就不得不提当时有一种很新的玩法。在韩服有一位玩家，我们国服玩家称之为神人，他上传了一段自己游戏内的实战视频，展示了僵尸芭比的 KZ 和人类的一套连喷加背刺刀僵尸，应该有不少玩家看过。那时候大部分玩家看完后，直接颠覆了对生化模式玩法的理解啊，还能这样玩？神人的视频在玩家之间流传开来，这些没有普及的操作技巧让人眼前一亮，国内玩家纷纷购买芭比银刃套装，学习效仿神人的这套玩法。2009年10月28日，反恐精英 Online 的生化模式又迎来一波更新，生化狂潮3英雄上线。这是基于生化模式2的再一次创新，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推出英雄概念。现在倒计时结束后，除了僵尸的出现，系统会在人类阵营随机挑选玩家成为英雄，其他方面还加入了士气系统、怒气系统、僵尸技能。在这个版本中，僵尸只要不是被爆头击杀，都能无限复活，提高了对抗性。当时我记得分配英雄好像是按房间人数来的，最多一次见过在一个房间内有3个英雄。那时最期待的就是在倒计时结束后能变英雄了，为此年幼的我还特别中二的研究了各种玄学，比如在倒计时结束阶段会一直念叨中之类的口号，我只是用双手蒙住自己的眼睛，不看屏幕前的迷之操作。如果屏幕出现被选定为英雄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直接开心的飞起，激动的不得了，这种感觉不亚于我捡到旋风 AK 的那种爽感。高兴之余，我会立马拖动鼠标看看周围有没有僵尸，因为试过好几次刚变就被抓了。最难忘的是有次在小伙伴家里面一起玩，一人一盘的，有局轮到我玩了，变英雄了啊！小伙伴直接求我这局让给他。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想当英雄呢？原因无他，当时英雄这个角色设定就很强。他的移速比普通人类要快，然后就是英雄的装备是特殊武器双持沙鹰和榴弹枪，副武器双持沙鹰啊，老朋友了，通过补给箱获取，伤害高，射速快，还带击飞。重点是这把新武器榴弹枪非常给力，这把枪除了可以正常左键射击之外，还可以右键发射榴弹，对僵尸造成范围伤害，同时也会对僵尸产生击飞效果。官方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榴弹枪多样的用途，确保了在面对单个或者一群僵尸时都能发挥出强大的杀伤力。试问这样的英雄谁不想当呢？毕竟没有谁会拒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6月5号，官方还对生化模式3英雄做了次更新和平衡性的优化，从中可以看得出官方对该模式的重视。2014年1月14日，时隔多年，生化模式再次更新，生化模式上线，全新的设定，昼夜交替，还有全新设计的僵尸和技能。2018年9月19日上线生化模式 Z 进化，这次更新带来了等级成长和随机技能体系，人类和僵尸阵营的能力都会进化。在这个版本，核心玩法就是进化，通过战斗解锁更多的武器和僵尸，消耗进化点数，随机获取进化能力。我个人觉得生化 Z 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通过不同的技能和不同的武器进行搭配使用，让每一局的游戏下来都有不一样的体验，丰富了不少可玩性。2020年7月29日，生化模式 S 超越上线，人类可以通过提升等级来开启终极技能，僵尸阵营也出现了2种拥有全新特性的新僵尸。聊完历代生化模式的更新迭代，我们不妨聊聊生化模式最初的神——毁灭者 NG3。生化模式1刚推出，僵尸有超高的血量和高机动性，人类阵营没有任何加强，因此很多玩家使用经典的枪支对抗僵尸时显得尤为困难。显然官方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生化模式推出的时候一同上线了毁灭者 NG3。因为玩法的不同导致需求也不同，像在竞技模式里面冷门机枪 B51，在生化模式里面变得热门起来了，因为相比较步枪那可怜的30发，B51的100发子弹感觉更可靠一些啊。而毁灭者 MG3 的弹容量是 B51的2倍，200发，在当时它就是我认为的神。超长的火力续航和超快的射速，让玩家在守点或者游走的时候都很有安全感。如果非要说缺点，那就是有点小贵。还记得那时候为了玩到这把毁灭，省钱买点卡，等到周5放学回家，买个3天，就为了周末放假在家过瘾。
说实话，当我拿着毁灭者进到房间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队友全部围着我，让我丢枪玩。反恐精英 Online 这些年一直把生化模式当做自己的主心骨去培养，除了生化模式的优化、更新迭代，新武器的推出也是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2019年1月29日，反恐精英 Online 推出首款传奇武器断狱雷魂。这把双形态的猪年神器，昭示着游戏传奇武器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各大趣味与强度兼具的传奇近战武器，更是深受蛋怪玩家喜爱。比如2019年推出的首把传奇近战星际仲裁，双剑中剑，两种武器模式自由切换。2021年推出神鬼开天，继续战役，召唤武将施展强力技能。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暑假发布会上，反恐精英 Online 2024年暑期传奇武器万军神威也已正式亮相。这把今日正式上线的传奇近战武器，左键劈砍可以造成击退，带控制技能让僵尸很难从正面突破。右键横扫，持续按住可进行360度攻击，造成伤害加减速。面对僵尸包夹也能轻松化解。最骚的是，这招不消耗能量，可以一直使用。此外，万军神威还拥有3种不同的进阶攻击技能，分别是召唤向前推进的飓风，拿来开路用；原地召唤飓风自保。以及投掷远程武器攻击敌人。除了招牌的生化模式外，反恐精英 Online 还推出了其他很有意思的模式，其中令我印象深刻且爱玩的模式就是2009年9月12日上线的大灾变了。PVP 变成了 PVE 玩法，还记得你玩的第一张地图吗？还记得被50关失落之城支配的恐惧吗？其他有意思的模式还有生化大逃杀，逃避僵尸的追杀，我当时把这个当求生之路来玩。还有昼夜求生、生存建造、抵御丧尸，玩起来就是白天采集，晚上守家，特别刺激。最后一个是缔造者模式，类似于创意工坊加我的世界，玩家可以自己设计地图来玩了。有不少玩家自创的地图都很有意思，比如在罪恶都市里面躲猫猫，自制赛道的特色大闯关了，甚至在这里还能玩到玩家弄的仙剑奇侠。从2009年到现在，反恐精英一路走来，第16个年头了。单论画面表现，蛋拐虽然不能和众多新游相提并论，但如果你要问我有什么打僵尸的游戏好玩，我脑海中能想到的第一个还是它。反恐精英 Online。小时候的我也长大工作了，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疯狂，但闲暇之余还是偶尔会上游戏去打几把生化。因为对我来说，2009年没有游戏比蛋拐更美好，它承载着我曾经美好的青春。还记得你上一次登录游戏是几时吗？我是小贝游戏食堂，感谢观看，我们评论区见。